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相信小时候的你一定听邻居长辈讲过各式各样的鬼故事。那么鬼究竟是什么？世间又存不存在鬼呢？虽然佛教认为恶鬼道众生是存在的，那么这些众生可以和我们有交集吗？鬼与人有着怎样的联系？人会遇到鬼吗？是人怕鬼还是鬼怕人呢？提起鬼，我们究竟害怕的是什么？六道轮回是大家最不容易相信的事，因为现代人所接受的大多是唯物论的教育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消失，而六道轮回的理论却告诉我们，生命是无止无休的，人会在死亡后以另外的方式延续，所以鬼是人死亡后的延续吗？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鬼的一些事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人们害怕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。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，史前人类需要给遇到却不能解释的事情赋予一种意义。在这一阶段，人们把所认识的宇宙描述由天和地所组成，其中还包括阴曹地府。他们相信着鬼魂、精灵和各种不可见的力量。人们把人世间的善恶与天堂、地狱联系在一起，通过这样的建构方式，人类不同文明创造了不同创世的神话故事。神话故事又被一代又一代从口头的传说到文字的记载流传下来。人们通过现实的事件和想象的加工、润色，丰富着故事的内容。我们怕的究竟是什么？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，风俗习惯也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。有些地区的风俗把死人约同于鬼，从而把这些都当作是不吉利的东西，是恐怖的，是不能接近的。如果谁家有人去世，有的会在家门口点一堆柴火，避免鬼魂邪气入侵。这种氛围给大家的心理造成了一种对于未知死亡的恐惧感，因为我们还未经历死亡，所以我们对死亡充满着未知。我们不知道人死后去了哪里。传说中人死后会变成鬼，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害怕这种名为鬼的东西。说到头来，我们对鬼的恐惧归根究底还是对于未知的恐惧。高僧大德也有过遇到鬼的经历，那么他们害怕鬼吗？如果你也遇到相似的经历，你又会怎么做呢？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谭虚大师遭鬼差押解的经历。以下内容摘自谭虚大师传记《影陈回忆录》。在当时，闹时令症的人最怕闹肚子，只要肚里一响，泻几回吐，不几天就要死。这种病在当时好像有邪气一样。我在金同学家里回去之后，到了天黑就觉肚子痛，那里咕噜咕噜的响。我心里想，坏了，恐怕我也要死，但又怕母亲知道了担心，没敢言语，于是把小褂脱下来，将腰围上就睡觉了。这时我心里又害怕，肚里又痛，不一会儿就像做梦似的把我痛过去了。其实并不是做梦，而是自己死了还不知道呢。虽然是死了，可是迷迷糊糊像做梦一样，看见来了2个鬼把我架着，飘飘荡荡的过了好些山，又过了很多水，觉得在水面上就飞过去了。后来那2个鬼把我架到一个庙门口，像一个衙门样子，里面有很多的房子。那2个鬼把我往屋里一推，对我说，进去吧。一副很凶恶的面孔，说话很愤愤的，在这里等候过堂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我已经是死到阴间来了，心里非常懊恼，非常难过。因忆起我母亲的话，说我不好养活，这时候才证明是不错。我在那里等候了一个时间，胡思乱想，想了半天，四周阴沉沉的，没有一点声息。回头一看，屋子里有一个管账的先生，在那拿着笔，不知写些什么东西，余外更无他人。我想，死了不要紧，在我母亲跟前就我这么一个人，如果我真的从此死了的话，我母亲哭也哭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
于是我慢慢地走到写账的跟前，想法子与他套交情，说近话。先生，我很和蔼很客气地问，我犯什么罪叫我来过堂？不知道啊，他答。在什么地方过堂？我又问。从这里往后去就是过堂的地方。是谁管着过堂？我一句跟一句地往下问。他很惊讶地说，你以为你还在阳间吗？你现在已经是死了的鬼，过堂的时候要由阎王来问案，这点事情还不知道吗？他一边说一边连头也不回地继续往下写。后来我沉思了半天，又问，我能转生吗？那位先生对于我问他的话啰里啰嗦的已经听腻了。当我问他能不能转生时，他心里很不耐烦的就顺口答应了一句，我不知道，过完堂你自然明白了。说这话时，他依然低着头往下写。在那里又待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忆起外道里诵经招魂一回事，究竟这事是真是假，有用没用？就拿这话去问他，他忽地停过笔，回过头来说，这事儿不假，阴间确有这回事儿。同时他又指着墙上的木板说，这些牌上的位子就是刚死过不久提出来等他的后人诵经超度的，如果过的日子太多就不容易往外提了。我看看他指的那些板子上，果然有很多名字，还有香纸经卷等。接着我又往下问，什么时候过堂？他说，你等着吧。故事虽然还没有结束，但却真真实实地描述了谭虚法师进入阴间后所发生的事。由此看出，似乎鬼这种东西还真的存在。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话题，人和鬼究竟谁怕谁？有些人神神叨叨地说着他好像见过鬼，有些人则好奇想要见到鬼，因为只要见到鬼就会知道鬼究竟长什么样子。但万事万物都讲究个因缘，佛家讲究缘起法，没有相见的缘分也只怕是难以见到。当然我们最好别有事没事老想着要见鬼，这样相当于是一种愿力，时间久了很容易跟鬼道众生感应道交。就像我们经常意念佛菩萨，现前当来必定见到佛菩萨一般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，中国古代传统中所说的鬼神与佛教经典所说的鬼神其实是两个概念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再进一层分析，佛教六道中的恶鬼与民间俗称的恶鬼也不可以混淆，具体所指并不一样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哪有那么容易见鬼？佛经中说鬼有两个特点，一是祈求，二是多位。第一，祈求者，鬼的处境很艰难，他们本身并不从事生产，其生活来源全靠四处祈求的方式而得以疗生。鬼的另一特点是多畏。平常我们总以为鬼非常可怕，因此一想到鬼那青面獠牙的形象，张牙舞爪的情形，我们就会毛骨悚然。人们却不知道鬼更怕人。平常我们会听到形容鬼的两个成语，一是鬼鬼祟祟，二是心怀鬼胎，这说明鬼也非常怕我们。平常我们生活在阳处，而鬼则躲在暗处，我们身上有阳刚之气，而鬼身上却是阴森之气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处境要胜过他们100倍1000倍。总之，鬼是很可怜的，因此佛教里也很重视超度鬼类众生。寺庙里经常举行一些施食法会，招请十方孤魂野鬼都来参加，希望能以法力超度他们，令能离苦得乐，脱离鬼身，投生人道。就算未获法益，也可饱食一餐，解决一时饥渴之苦。鬼道众生与旁生一样，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，海陆空到处都有。同样与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地平面上，然而为什么他们能看得见我们，而我们却看不见他们呢？这是因为鬼道众生业力与我们不同，鬼的身体是由轻微的地、水、火、风4大组成，就如空气中非常淡薄的云气一样，它们的存在对我们而言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所以我们一般见不到鬼，就算偶尔见到也只不过是一闪影子而过，一晃就不见了，所以人们对鬼的认识才会半信半疑，都不敢肯定他们的存在。
归根结底，我们怕鬼，其实是被我们心中的妄想所束，就是我们自己会把鬼做很多的假想、设想，认为鬼要伤害我们，认为鬼要把我们吃掉等等。其实鬼道众生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有情众生，只不过所承受的业力不同，所以所显现的躯壳不同。当然，鬼道众生生活比较辛苦，他们十分可怜。如果哪天与他们狭路相逢，相信并不是我们怕鬼，应该是鬼怕我们才对。六道之中还是人身殊胜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人身可以修行，所以最为殊胜难得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。珍惜人身，精进修行，因果不虚。我们得生为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果报了，而学佛的我们首先需要具备人身，我们要成办事出世间的一切功德，首先必须获得具足修行机会的人身，这个是首要条件。暇满人身是学佛的保障，但人身仍在三界之中，众生在三界中沉浮漂流，像浮木飘在海洋，一冲浪过来把我们高高的拖到浪尖，下一冲浪过来也会将我们深深的抛到谷底。我们沉溺在生生死死的无限次轮回之中，每一刻都在随着夜风飘动，时而被淹没，时而又浮出水面，完全身不由己。所以我们更要精进努力，做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用暇满之人身寻求三界苦海之解脱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